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这些年啊，大陆这边对台湾这个事儿的态度那是越来越严肃，越来越坚定。甭管太平洋对岸那个世界警察怎么指手画脚，也甭管岛上的一小撮台独分子怎么上蹿下跳，咱们的初衷，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从来就没变过。感觉最近这个信号更强烈了。93大阅兵就看得人热血沸腾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大家伙的心里都觉得台湾回归这个事儿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9月13号的时候东部战区突然发布了一首把胜利的旗帜插在宝岛上的 MV， 紧接着又发布了一段视频更是简单开头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喊受不了了，紧接着就是远程火箭炮发射的画面。我已经受不了了。这也是一进，那新问题就来了。咱们今天就开个脑洞大胆的聊一个话题。如果这个台湾真的回归了，成了咱们的台湾省，那么这第一任的省长得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那么放眼望去，这个岛上到底谁有这个资格呢？咱们今天也来当一回考官把几个热门的人选拉出来溜溜，看看他们到底够不够格。先说第一个，这个人来头不小，在这个台湾岛内，尤其是年轻人里头去年的是横空出世，风头正劲，谁呢？蒋万安。一听这个姓大家是不是就会想到了谁？没错，他就是蒋介石的曾孙。顶着这么一个光环，他在国民党内部似乎就有一种天生的号召力。现在他也是蒋家第4代里唯一一个还在政坛上混的独苗了。关于他的事咱们大陆这边知道的不多，只在一些报道里看到过。他说过什么不平静的两岸关系是台湾民众不乐见的之类的话。那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向着咱们盼着两岸和平，对吧？但是你得细品他作为国民党现在的中坚力量，又是台北市的市长，他说的不平静，可能反对的是台独的激进行为，但未必就是真心实意的想让台湾回归大陆。他心里想的可能还是他祖上那一套偏一隅的老想法。尤其是去年发生的一件事，让大家对他的立场彻底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在台北市的一个纪念活动上，作为市长，居然穿着一身日本的和服参加祭奠仪式，这下岛内外都炸了锅。为啥反应这么大？因为那个仪式上跳的一种舞叫日本的阿波舞。那这种舞当年侵华日军占领我们南京的时候，就在南京城头跳过。朋友们，这是什么？这是在咱们民族的伤口上撒盐呀！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政治人物，连这点历史常识，这点民族大义都没有吗？所以这事一出蒋万安的立场就变得非常模糊，甚至可以说是可疑了。咱们选省长第一个条件那必须是旗帜鲜明的支持祖国统一，真心实意的爱咱们这个国家从这一点上看，蒋万安第一个就被淘汰了 ，pass。那除了蒋万安，还有几个我们经常在新闻里听到的名字，比如说马英九，老马哥在任的时候，两岸关系确实是缓和了不少。他承认了9·2共识，搞了3通，这是他的功劳，咱们得承认。但是他的根本理念是啥？是不统、不独、不武。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不搞独立，但是你也别打我，咱们也别谈统一，就这么维持现状挺好。这就跟咱们的目标背道而驰了。咱们的目标是回归，是统一，他想的是分家过，但是保持友好关系，这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所以马英九虽然是态度温和，但从根本立场上也不合格。再比如现在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还有之前呼声很高的韩国瑜。朱立伦这个人四平八稳，没啥亮点，也挑不出啥大错，在任上表现就是平平无奇，像杯白开水，让他守个城还行。但台湾回归之后那个复杂的局面，需要的是一个有魄力、能开疆拓土的狮子，而不是一个看家护院的绵羊。他显然不是那块料韩国瑜呢，老于这个人优点是接地气，很有煽动力，能说会道，但是缺点也是同样的明显，就是缺乏长远的宏大的战略眼光。这里一个百废待兴、人心需要重新凝聚的省份，光靠喊口号和激情是不够的，得有实实在在的政策和手腕。从这一点上看韩国瑜也差点意思。那说了半天，把这几位都给否了，那到底还有没有人选了？别急还真有一位，这位可以说无论是从这个立场、能力还是民心来看，都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他就是洪秀柱。
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这些年来，在台湾讲自己是中国人好像是个禁忌，甚至连中国国民党都有人主张要改为台湾国民党。请问各位，如果今天我们对自己政党的名称、历史、主张都不敢有信心的去论述，又怎么会让人家信服呢？很多朋友可能对他很熟悉啊，亲切的称他为柱姐。为什么说他最合适呢？咱们一条一条来捋啊。第一呢，立场坚定，有钢筋铁骨。还记得咱们开头说的93大阅兵吗？当时岛内的台独势力啊，为了继续骗老百姓，是下了死命令的，严禁台湾地区的社会名流和政界人士到北京来参加阅兵。谁来啊，回去就法办你，给你穿小鞋。这下啊，把很多原本想来的人都给吓住了。但是洪秀柱怕了吗？他没怕啊，就在这种威胁之下呢，他毅然决然的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份胆识，这份魄力，说明了什么？说明他心里面非常清楚啊，两岸统一那是历史的大事，是挡不住的。他用自己的行动投了统一这一票，那就凭这一点啊，他就比前面那几位啊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啊。还有这第二，有真才实干，不是花架子。洪秀柱啊，可不是那种靠家族背景上位的政客，他是出身一个普通家庭，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他年轻的时候呢，考上了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学的还是法律专业。学法律出身的人，逻辑严谨，做事有条理，这对他后来从政，甚至成为国民党的主席啊，都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而且他是从最基层干起的，当过老师，当过民意代表，他非常清楚台湾底层的民众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老百姓想的不是你搞什么独立啊，不是天天跟这个大陆对抗，而是想安居乐业，想过上好日子。他在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力主改革，党内风气一度为之一新，而且他始终坚持两岸和平统一的理念，这一点啊，就为他赢得了两岸很多民众的认可和支持。那还有第三点，他有个外号啊，叫小辣椒。那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他个子小，但是性格火爆，敢说敢做，敢于跟台独的势力正面硬杠。在台湾那个乌烟瘴气的政坛里啊，他就像是一股清流啊，一个女战士。请稍微小声一点，让我回答。我怕你听不到。我觉得你耳朵有问题，我当然要大声。我不但要大声，我让全台湾的同胞都能够听到这个话。大家想想，台湾回归之后，各种势力盘根错节，肯定还有不少暗流涌动啊。咱们就需要这样一位有魄力、有手腕、敢于碰硬的小辣椒，去快刀斩乱麻，把这个局面给镇住。所以啊，各位朋友，你们看，论人气和支持率，他有；论真才实干，他有；论对国家统一的赤胆忠心，他更是当仁不让啊。那选来选去，是不是还是咱们的柱姐洪秀柱最合适了？当然了啊，咱们今天啊在这儿唠嗑，也就是根据现有情况呢做一个分析和展望。其实说到底啊，还是咱们的美好愿望。那现在的台海局势啊，虽然看起来还是很复杂，但是主动权已经牢牢的掌握在了我们自己手里。台湾回归啊，已经进入了快车道，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至于回归之后第一任省长到底是谁，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历史呢会做出最好的选择，但是不管是谁啊，他都必须具备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品质。对祖国绝对忠诚，有能力处理复杂问题，并且能真正的为台湾2300万同胞的福祉着想。我们相信啊，那一天啊不会太远了。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你们觉得谁最合适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